宇宙中真正存在的只有物体和它周围的空间，不存在第三种形态与之并存的东西。空间和物体不能相互转化，宇宙是二元结构，不是一元的。一切物理现象只不过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运动和物体周围空间运动的描述而已。这两种运动如果能够引起我们人的感觉，我们对这些感觉加以分析概括，便形成了物理概念。前面有关事和物的讨论应该使我们明白，只有物体和它周围空间事物客观存在的，而物理概念。宇宙的真实性和虚假性，来自张祥前《宇宙时间空间物质信息核心秘密》。我们眼前虚假宇宙和背后真实宇宙，当你穷极一生想探索宇宙的奥秘，苦苦追寻真实世界的根源，你会发现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你的描述而已。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猫、狗、苍蝇的眼睛看到的大千世界和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类，许多人看到的同一个物体，有的人看到的颜色和别人也是不一样的。狗的眼睛并不像人眼睛有这么多光感细胞，它们对色彩并不敏感。其实，在狗的眼睛中，世界就是灰蒙蒙的一片。相对于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图像，狗狗们更接近于黑白色。狗子绝对是想象不到，人类还可以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么五彩斑斓的世界。这张图是我们人类看到的，这是狗子眼中看到的。左边是人类看到的，右边是狗子看到的。狗和人眼中的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正确的答案是没有绝对的真实。现代物理学研究发现，谁的眼睛都不能代表真实的世界色彩，这其中没有正确的标准。物体呈现的颜色，只不过是它反射出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刺激了我们眼睛，再经过我们大脑运算得出的结果。同样波长的电磁波，在不同的动物眼中可能就是不同的色彩。至于剔除了电磁波和感知者，我们刨根追底地问一个物体到底是什么颜色，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物体相对于我们所呈现的颜色，是物体、电磁波，我们观察者的眼睛、大脑共同决定的。剔除了我们人和其他观察者，宇宙中并没有颜色这个东西。我们眼睛看到的五彩斑斓世界，并不是物质世界本来的样子，这是人大脑对由眼睛得到的电磁波信号的刺激进行运算加工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之所以看到是那个样子，正是你大脑算出来的。深究这个事情的背后逻辑，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难道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有人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人制造的幻觉，不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哲学家、大科学家、具有深度思考的人经常这么说，很多普通人对这个话是不以为然。他们经常反驳说，如果世界的样子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描述出来的，但是当你死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吗？这些人反驳时理直气壮，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反驳有什么不对之处。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你眼中的世界，看到的一切，你听到的一切，你感觉到的一切，不过是你大脑描述出来的。当你认同这种描述时，才被称之为现实。大脑是人的最高的指挥系统，所有器官都要听大脑的。这句话正是大脑告诉我们的。人的大脑的描述、分析、计算过程，我们通常认为是人意识活动过程。那么，人的意识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历史上对于意识的起源、意识的本质长期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是意识构成了宇宙的一切，这种看法被认为是唯心主义。一种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只是物质的运动形式，这种看法被称为是唯物主义。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各自都有缺点。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计算神经科学家 I.L.S.S 博士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其实是我们基于知识和经验制作出来的，可以说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幻觉。每个大脑中都有数十亿个神经元，它们就像一些小型的生物机器，共同创造出一种叫做意识的产品。意识就是一切存在，如果没有意识，也就没有我，更没有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意识体验，以及我们自己的存在，都是被控制的错觉，都源自我们的生命体。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其实是大脑说了算。ISS， 这个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我认为人的意识是人大脑中带电离子的运动形式，这种观点肯定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但是为什么前面要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缺点？主要原因是唯物主义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脱离了我们人仍然存在；哪些东西只是我们人的描述，脱离我们人就不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宇宙中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人描述出来的？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自然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东西和各种现象，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复杂到了极点。但是仔细一分析，可以把我们认识的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物，一类为事。像我们眼前的一座山、一棵树、一个人、一条河，这都是物。树的生长、人的思想、人的意识活动、河水的流动，这些都是事。物是产生事的根源，是事物的表现。通过事我们可以认识物，事是依赖物而存在的，没有物就不会有事。反过来未必是正确的，没有事，物却照样存在。我们有很多物理学家，不单单是普通人，他们常常把某些事说成是物，或者对某些事不了解，简单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所起的作用。比如17世纪，人们认为热是物体里所含的一种特殊的物质，称之为热质，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热质是守恒的，物体所得到的热质总是另一些物体所失去的，而不是凭空出现的。现代人们很清楚，热质说是错误的，热现象只不过是物体内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结果，热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它属于事的范畴，把它看则是物。这就是典型的事和物不分的思想。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物质世界的呢？首先是通过感觉，感觉到这个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的各种现象，然后我们大脑把这些感觉加以分析概括，最后再形成物理概念。比如人们用眼睛看到花草的红红绿绿，天空的湛蓝，人们再用头脑一加工，便有了颜色的概念。人们用皮肤去感觉冰的冷，开水的烫，大脑再一加工，便有了温度的概念。某处有物体震动，引发周围的空气发生震动，我们用耳朵去感觉到这空气的震动，我们再去用大脑这么一分析，这样又有了声音的概念。还有我们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不去看，不去听，但却老是觉得一个东西在流逝，这样人们又有了时间的概念。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因为运动，刺激了我们的感觉系统，我们大脑对这些感觉加以计算、分析、概括，这样便产生了物理概念。颜色是不同波长电磁波刺激我们眼睛的结果，热是无规则运动的分子猛烈撞击我们皮肤，我们才有热的感觉。声音是空气中出现的纵波击到我们的耳膜，我们才有了声音的感觉。物理概念只是人大脑对自己感觉的一种描述总结，当然人的这些感觉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运动刺激了我们人。设想在一个房间里正放着优美的 CD 唱碟，人们常不加思索地认为只要这 CD 唱机开着，而不管我们人在不在场，这个声音总会是客观的存在着。仔细地分析一下，房间里有声音时，房间的空气便出现一股纵波，没有声音便没有纵波。可见有声音没有声音的区别，只是房间里空气的位置不一样。没有人在房间里去感觉，那里会有声音的概念。声音的概念是不能脱离我们人而独立的存在的。有声音比起没有声音并没有多出一件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能把声音看则是一个像物体那样具体存在的东西，声音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在前面讨论的事和物中，声音明显属于事的范畴，颜色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眼前的花草的红红绿绿，是电磁波经花草反射到我们眼球的结果。物体颜色的不同只是物体反射不同波长电磁波的原因造成。蓝色的物体只是吸收了别的颜色，把蓝色反射出去。绿色的物体只是吸收了别的颜色，把绿色反射出去。红色的物体
只是吸收了别的颜色，把红色反射出去。颜色不完全是物体自身的性质，而是由物体照射到它的不同波长光的反射和吸收，我们观察者的眼睛、大脑运算共同决定的。这个原理是牛顿最早发现的。历史上甚至现代有很多人固执地认为物体所呈现的颜色是物体固有的属性，与外界无关。比如德国诗人歌德就曾写文章以非常畸形的语言，叫人们不要相信牛顿的理论，但牛顿在光学中有关颜色理论的正确性，实践证明无需怀疑。温度的概念起源于外界分子无规则的撞击我们人皮肤的程度，当然脱离了人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物理学的开山鼻祖伽利略早就说过，我们五官感觉到的世界，它的存在是虚假的，而真实存在的却是它背后的几何世界。宇宙中真正存在的只有物体和它周围的空间，不存在第三种形态与之并存的东西。宇宙一切现象只不过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运动和空间运动的描述而已。物理世界的存在有着虚假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东西它的存在都是虚假的。空间、物体这些可以看作是几何概念。在前面讨论的事和物中，它们明显属于物的范畴，它们不依赖于我们观察者的感觉而客观独立地存在着。唯心主义认为一切都是人的描述，脱离我们观察者的描述统统不存在。没有认识到物体和空间这两个基本东西脱离了我们观察者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唯物主义没有认识到，仅仅是物体和空间这两个东西脱离观察者仍然存在着。没有认识到时间、场、速度、能量、质量、电荷、力这些都是来自于人大脑的描述。唯物主义缩小了人描述的范围，特别是唯物主义没有认识到运动状态也是我们人描述出来的。当年慧能法师在广州的法性寺住持正在讲法，忽然起风，寺院中的一面旗子随风而动。两个僧人看到后，一个说是风在动，所以幡才会动；另一个僧人说哪里是风在动，风怎么会动，只有幡在动。慧能法师在旁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心在动。其实物理上的运动状态是我们观察者描述出来的，静止状态也是我们观察者描述出来的。没有观测者，或者不指明那一个观测者，谈论运动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我们观察者的话，不存在运动状态，也没有静止状态。选择一个参照物来描述运动有时候是不可靠的。宇宙中任何一个物体，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到底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正确的回答是不能确定的。运动状态正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在空间位置上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肯定这么一个过程。量子力学中很多诡异现象，科学家至今无法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本原因是运动状态就是观察者描述出来的。人的大脑接收了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传递来的电脉冲信息，大脑要经过运算分析才可以做出描述。有时候接受的信息量过少，大脑就合理的去猜测，特别是图像信息，在昏暗的光线情况下，大脑有时候猜测的成分很大。大脑产生的意识只是合理猜测，那么难免就有猜不准的地方，于是就有了错觉和幻觉。只是我们要准确的认识那些是真实的，那些只是猜测，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大脑认识出错常见的有，到一个陌生城市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似曾相识；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好像来过，解之后总感觉自己还是四肢健全的。大脑出错不总是坏事情。人的科学创新，打破常规思维，人的创作灵感，有时候就是大脑出错的结果。但是世界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人类感官自我欺骗的体现罢了。人类正是通过大脑来认识宇宙的，所以我们在考虑宇宙本质的时候，就应该要认识到人的意识对宇宙的描述因素。许多搞物理研究的人从来不提及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观察者自己。许多人一直沉迷于讨论各种物理规律，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当成是这个世界的本来真实面貌。
并进行添油加醋的描述，玩得不亦乐乎。这个宇宙的本质只有物体和空间这两个东西，其余统统不存在，其余都是人这个观察者观察所描述出来的，包括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都是人这个观察者所描述出来的，并非就是现实。你看到的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跳出自己这个框框，总把自己眼睛看到的物理现象当作是宇宙实相，把自己大脑的描述忽略了，剔除了人的意识描述成分。宇宙中真正存在的只有物体和它周围的空间，不存在第三种形态与之并存的东西。空间和物体不能相互转化，宇宙是二元结构，不是一元的。一切物理现象只不过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运动和物体周围空间运动的描述而已。这两种运动如果能够引起我们人的感觉，我们对这些感觉加以分析概括，便形成了物理概念。前面有关事和物的讨论应该使我们明白，只有物体和它周围空间事物客观存在的，而物理概念，比如声音、颜色、热力、速度等，只不过是现象，是物要动起来的一种表现，属于事的范畴。我们一定要严格的区分它们，不能把事简单的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以上的物理世界存在的虚假性，可以看成是一个基本原理。该基本原理直接否定了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场要么是空间，要么是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该基本原理还否定了时间是客观独立于我们人而存在的，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时间也只是一种现象，脱离了我们人而不能独立的存在着。这一点可能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相信。以上一段话还提到了一切物理现象都是物体在它周围空间运动，或者物体周围空间本身运动形成的。注意，这个基本原理提到了空间本身的运动，物体在它周围空间运动是什么运动？只是机械运动而已。这个原理如果是正确的话，可见机械运动虽是简单的运动，各种复杂的现象以及各种复杂的运动，比如电力、磁力，这都是由机械运动和空间本身运动构成的。非但如此，对于有些物理现象，我们还不太了解它们的本质，比如质量、电荷、各种场，这些本质上人们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由物体运动和物体周围空间本身运动形成的。这个定理还告诉我们，像时间、场、速度、动量、光速、能量、质量、电荷、力这些基本物理概念，都是物体和空间如何运动形成的。运动刺激了我们观察者的感觉，我们观察者通过感觉而描述出来的，因而基本物理概念的存在需要依赖于我们观察者，所以有虚假性的。有了以上的看法，不管什么物理概念，物体和空间除外，我们都可以认为是某个东西在空间中相对于我们如何运动所形成的。既然在物理学中这些基本概念都是物体和周围空间相对我们观察者运动形成的，设想有另一个观察者随着物体一同运动，就不存在运动效应了。这个观察者就应该测量不到这些物理量了。这就意味着这些物理量都据人描述出来的，具有相对性，都应该随着参考系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我们把相对论中相对性原理扩展到所有的物理现象中，